莫非为你活，谁要这名满九州？爱为我所用，才不枉生无敌手。凌风的高颂会让我觉得落空，绞尽所有，要和你生死相从。莫非爱才是准一生所终？为何我越战越觉得苦痛？没能得到你许我的平凡朝暮，那情愿路回到落。若你怀中而不是云峰，穿过那迷雾一重重封锁。这是道生父夜善恶孰轻孰重，只有爱给我天空海阔，制作你的英雄。真是玉楼夫人啊，贵气。玉楼夫人，玉楼夫人，久等了。家弟苏姓，字子信，魏良、魏渠将军向二位将军问好。见过二位将军。我怕赶不上外姑祖母的60大寿，来得匆忙，唯恐给你们添乱。没想到魏侯还让二位将军出城来迎接我，真是折煞我了。玉楼夫人，这话说的就见外了。天色不早了，我带夫人进城。哇，这香车怪好看的。马车里的是谁啊？这是玉楼夫人的香车啊！是那个传说中的玉楼夫人吗？啊，额头上有牡丹花钿的那个。武山国苏轼，命格极好，天生的尊贵人。哎呀，难怪2位将军亲自出城迎接呢。果真是个美人啊，真漂亮。世人模仿阿姐，却不及阿姐的1/1000。太多人相信命运，可有几人明白，这世上从无唾手可得之事。就算上天赠予，也需自己努力。我今日之所得，并非轻易而来。世人愚昧，妄图添个花钿，便得到阿姐的牡丹气运，却不知天命难改。阿姐自幼背负武山国苏氏命脉，又得名师大儒的指点，眼界非凡，岂是其他俗女子可比的？也不能这么讲。此行若是拆不散巧薇联盟，那在你姐夫眼里，我与这些俗女也无异。这便是威侯为我们安排的住处。对，这是我们余郡当地最好的驿馆。玉楼夫人不满意？怎么会呢？此处是闹中取静，正合我意。威侯有心了。太夫人说你一路舟车劳顿，可以先行在驿馆休息，不必进御区府中。
阿姐不是说威侯会安排我们住在府上吗？为何是驿馆呢？想必是巧女的主意吧。绝美花店保证贴上1日桃花开，3日姻缘到，10日免得痴心看。哎，两位大爷，来2贴送给家里夫人，这可是于俊眼下最时兴的装扮了。小爷讨姑娘欢心，用不着这个，走了。眼下最时兴的，给我来一张。好嘞，多少钱？3文钱。店家忽悠人的话你也真相信？小桃要的肯定不是这个呀，他不能喜欢。别瞎说啊，不是给小桃的，我自己贴不行。怎么了，东哥？哎，我把这个给你。这个，你怎么也有呢？现在于郡的姑娘就喜欢这些花店装饰。哎呀，我送玉楼夫人回来的时候顺道给你买的。嘿，现在女孩子咋都喜欢这东西了？谁喜欢了？这种狐妹子的东西，谁爱要谁要。好。嗯，顾玉姐。哦，不讲，不要就不要嘛，你生啥的气了吗？你知道啥呀你？我问你个事儿，你如实跟我说啊。听说玉楼夫人以前跟魏家议过亲，真的假的？真的。这到底是喜欢了还是不喜欢了？太夫人，玉楼夫人前来拜见，请她进来。是。也请朱氏过来见客。是。祖母有客，那孙媳就先退下了。你留下吧，没关系的。按照辈分呢，她应该叫我外姑祖母，在她幼时曾经和我非常亲近。好。侄孙女娥皇拜见外姑祖母。快起来吧，看座。谢外姑祖母。听说你夫君病重，我只不过是过寿而已，这么千里迢迢的你还过来？外姑祖母，娥皇虽在边州身为女君之位，却也是处处受制于人，如履薄冰的。每每思及幼时，外姑祖母对娥皇很是疼爱，今年更是思慕心切，这才贸然前来，为其未扰外姑祖母清静。如果想散散心，那就安心住下。多谢外姑祖母。啊，这位便是仲林夫人乔氏，照料内外非常周到。早就听闻威侯夫人有玉日之华之貌，今日一见，果真是令人倾心。方才光顾着同外姑祖母叙话了，是我的不是。在此，向妹妹赔不是了。往后若有机会，还盼与妹妹多些往来，才不负我今日之一见倾心。玉楼夫人谬赞，我心一疼。妹妹不必见外，我幼时便与威侯一同长大，你可唤我阿姐便是了。玉楼夫人如今远嫁边州，贵为边州女君，妾年纪小，不敢坏了规矩，还是唤您一声玉楼夫人吧。
不敌妹妹燕州乔氏身份尊贵，乔公人质之名更是盛满天下呢。是娥皇失言了，外姑祖母莫怪。太夫人，夫人来了。儿媳拜见婆母。哎呀，娥皇，好久不见，你已经越来越有福相了，这才是一方女君该有的样子啊！夫人谬赞了，当年与君一别，没成想竟是这么久不能再见了。夫人待我一向是亲如女儿的，娥皇在边州每每思及过往，都会忍不住垂泪。当年确实是娥皇迫不得已了。瞧我这记性，光顾着叙旧，差点把正事给忘了。外姑祖母，我听闻荣郡正在闹饥荒，来时便备了一些粮食，随我一同带过来了，就全当是外姑祖母的寿礼了，还望外姑祖母不要嫌弃。粮食并非寻常之物，这件事情必须得仲林做主。仲林肯定会收的，毕竟看在从小一起长大的份上嘛。哎呀，娥皇啊，你看你处处想着仲林，真是难为你了。这才是一家人嘛。这些闲话就不要说了。祖母想必也乏了，那孙媳就先回去了，改日再来侍奉。你有心了。大家也都歇息去吧。是。太夫人，这个玉楼夫人看起来比之前仿佛圆润了不少。就这，她还说她在边州受制于人，过得不好。哎，之前呀，她对咱们南军照料的无微不至，还以为她有心跟南军，没想到啊，她在新都一事之后没2年就嫁去丹郡了。她也是为自己的前程打算，无可厚非。我跟她算是没有缘分吧。我瞧着威侯那位心腹很是伶俐能干，夫人操劳了这么久，也终于能享享清福了。小福，我是没有这个福分了，只求这乔女能让我过几天安生日子就够喽。夫人何出此言呢？方才我看外姑祖母对她很是偏爱，我还以为……你刚来1天就看出来了，可想而知我这平时过的是什么日子。这婆母一贯强势，那乔女呢又会装柔弱，硬是哄着仲林，把我的楚玉给赶出家门了。哎呀，现如今他们祖孙2人一心，整个家里只有我一个外人了。那仲林为何不帮夫人出头啊？仲林他忙，先是忙着修永宁渠，后来又是忙着给荣郡通渠，这些事儿我也帮不上什么忙，就不能给他添麻烦了啊。还是做母亲的最为儿子考虑，旁人谁都不行。哎呦，那是自然，还是你最懂我。哎呀，这回要是能在府上多留些日子，陪我好好聊聊，该多好啊！夫人方才说，威侯忙着给荣郡通渠，可我想着新都和盘邑不才刚刚竣工，为何要着急向荣郡通渠呢？可是遇上了什么难处，或许我能帮上忙呢？我听说是荣郡遭了旱灾，燕州呢要运一批麦种过去，所以要通渠。哎呀，这些事我们女人又帮得上什么忙呢？奴曾和夫人提议，可以主动在衙署相见，可玉楼夫人坚持来此处。无妨。
玉楼夫人，一别多年，你是微好了。你还记得吗？当年我与你还有伯公，我们常在这庭院中玩耍，无忧无虑。如今一别多年，这庭院也破败不堪，但置身其中，一切都好似昨日。是啊，的确恍如昨日。我虽然出身武山国，但幼年最快乐的时光却是同你们一块度过的。如今重回魏国，倒像是回到家乡般亲切。这魏国的确算得上是玉楼夫人的第二故乡。那日我入府，得知外姑祖母身体康健，家中一应事务条理分明，皆是魏侯夫人的功劳。乔氏温顺体贴，蕙质兰心，可谓付出良多。是啊，她的确辛苦。何止是辛苦，而我更是心疼。我听闻妹妹很受家中疼爱，一应事务从不操心。如今来了魏家，却要如此操劳。仲林，我有心相劝。妹妹料理魏家事务已属不易，而乔家与魏家恩怨纠葛，政事纷杂，就不必让她操心了。我这几日一直在想，这个玉楼夫人这么多年从未登过门，为什么现在忽然来了？女君可否说得再清楚些？她此次前来是带着粮食来的，想必是有备而来。可是我已经找伯父要了种子，若是这个时候南军收了他的粮食，那燕州的脸面往哪儿放？我知荣郡旱灾，燕州欲送麦种来援，应是妹妹欲缓和两家关系，但难保乔家人会心存歹念。我此番来，不仅是为帮外姑祖母过寿，亦是为帮危国分忧。我特意带了粮食前来，可帮荣郡赈济旱灾。这批粮食既非武山国所有，也非出自边州，只是我个人的心意，为侯莫有压力。一旦燕州和魏国联手在荣郡通衢，那必然会对边州形成包围之势。他们怎么可能就这么坐着不管？所以这个陈翔才让玉楼夫人前来当说客，为的就是不让魏国在荣郡通衢。修许乃魏国正室，如今玉楼夫人是为边州的女君，你我二人之间不方便谈议政事。这粮食我不能收，荣郡旱灾，各郡已经出手相助。更何况，乔魏既然联盟，我就不能背信弃义。是我思虑不周了。我就先走了。仲林，那个魏良，哎，就拿着这个狐妹子的东西羞辱我，还笑？女君，那玉楼夫人跟南君，那可是义故亲呐。那又怎么了？那又怎么了？那，哎，咱们前脚送走一个证书，后脚又来个玉楼夫人，那女君这日子怎么过呀？若是每天琢磨这些有用没用的旧情，那这日子才是真没法过了。反正我听说那玉楼夫人约南君相见了，咱也不知道这旧情人重逢是什么场景。当年伯公走后，我别嫁他国，如今你可还在气我？彼时我也年幼，此事并非我所愿，我也是被迫。过去的事就不必再提了。现如今，
唯愿玉楼夫人万福不尽。南君，南君，原来你喜欢这东西啊？那回头带你去街上多买几个样式。南君每天日理万机的，哪能劳烦南君操心我的事儿？还有，从小到大最讨厌的就是这种花里胡哨的东西。给南君更衣。不必了，你们下去吧。是。这白给的粮食，威侯竟然不收。他是碍于我边州女君的身份，要刻意与我疏远。燕州乔祖为太夫人贺寿，特送来麦种。既然威侯接纳阿姐的身份，那阿姐，往后你该如何施展手段？我若不好施展，那乔女是仇家之女，她就更不好施展。威侯念旧，也记仇了。当年我与魏家一亲，若不是乔祖背信弃义，魏家突遭家变，我攻他，苏家也不会再将我改嫁边州。这仇我都没忘，威侯更不能忘。既然如此，阿姐，往后我们该如何？既然通衢是为了麦种，威侯拒绝我的粮食也是为了麦种。那这麦种若是出了事，别忘了，我们还有一步暗棋。那就有劳魏使君啊，先生不必客气，我该替荣郡的百姓感谢燕州支援麦种才是。应该的，应该。使君，麦种已称重完毕，请使君过目。定要严加看管。是。不愧是威侯府中走出来的人。若是换一些好衣物，这身段面貌也如贵牛二了呀。可惜了。事急从权，无意冒犯娘子。小生初来于郡，有些路不认得，想问娘子
寻个方便。郎君请讲。娘子可知去威侯府的路如何走？威侯府？你要去寻威侯？是。你是何人？回娘子的话，这位郎君是武山国苏氏的少主，听闻威侯府中太夫人过寿，特来祝贺。原来是贵客来访。在下苏信，字子信。我见娘子姿容绮丽，不知是哪位狠心的夫家，竟让娘子孤身在外做活呢？去侯府的路不远，只是要费些周折。若郎君不弃，带我回家换身衣物，再为郎君亲自带路。小生求之不得。这把伞你且先带回去。多谢公子。阿姐，得手了。楚玉被婆家给打了。哎呦，你快把他接到院里来，我好好问问他啊！可是太夫人曾言，不许楚玉登门啊！哎呀，你把他接到外院来啊，别让老夫人知道不就行了吗？这就去。哎。这一大早，伯母要去哪儿啊？女君，女君，宾客的名单已经出来了，不用去过问夫人了。女君，这里有于郡的寿宴礼法记录，族谱、历年的宾客名单，还有一些家族集会的记录，都供女君参考。你有心了，这些东西我能拿回去看吗？当然，不过女君不用费力搬回去。南君说了，书房留给您用，缺什么书卷记载，找奴要就好。这是南君准备的。是。这南君是什么意思呢？他可能是怕我搞砸寿宴，给他丢人吧。但南君会不会是真的为了女君着想啊？楚玉，哎呀，快让姨母看看！姨母，哎，你快救救楚玉啊！哎呦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！哎呀，这脸怎么了？哎呀，快起，快起！哎呀，他家攀我和外男不清不楚，实则是那赌徒花光我的嫁妆，想讹我再向姨母要些钱财。姨母，这太夫人问我说得清，可是把我害惨了。其实姨母这日子也不好过呀。要不是巧女阻拦，姨母早就顺心如意。看来，要办成此事，还需要巧女露出马脚，姨母才有说话的余地。有我的好婆母给她撑腰，我能如何？这办法，倒也是有，就看姨母的意愿了。拜见使君。今日仓库有无异常情况？一切如常，请使君放心。阿姐，成了。这么大的寿诞，必得热闹些才行。我听闻玉楼夫人善音律，今日是否有幸一饱耳福啊？微侯听过，你可以问他。石原，玉楼夫人尊贵，已经不是你儿时的关系了。
怎么可以随意调笑呢？啊，世元只是想借玉楼夫人的歌声，为外祖母献艺。那你自己准备如何向我献艺呢？不如世元兄舞剑，娥皇可为你伴唱，如何？太好了！若使君上了战场，定是一员猛将啊！真是声如天籁呀！多谢外姑祖母。外祖母，虽儿祝您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，健康如意，福乐绵绵。婆母今天真是高兴，世元献艺，巧女又送了您心仪的礼物。我听说燕州还送了份厚礼啊。祖母先前已经看过了，燕州送来了粟麦的种子。啊？只是种子吗？粟麦是燕州富庶的根本，能以此物相赠，这份诚意，就是今天送我的最大寿礼。只不过是粟麦，这么稀奇吗？往日也不见得你对这些感兴趣。哎，仲林，你这是？哦，我如厕是吧？啊，去吧去吧，这孩子。婆母其实儿媳并无他意，只是有些好奇罢了。不如大家都在，让巧女把这粟麦拿出来，让大家都长长见识，是吧？啊！拿出来看看，我们也长长见识啊！祖母、婆母，这是燕州送来的麦种，还请您二位检阅。其实这粟麦就是一种改良后的麦种，秋分的时候种下，1年5月即可得到收成，以解1年夏秋青黄不接之需。只是这粟麦一直是燕州独有，燕州产粮卖粮，但从来不会送种。此次借祖母寿宴，分享麦种，燕州愿与危国休戚与共。这什么味道啊？莫非是发霉了？是啊，哼，你好大的胆子呀！啊，我今天倒是想问问你，你们乔家安的什么心？14年前，在战场上临阵毁誉，这害得我们魏家还不够惨吗？你竟然拿这些烂种子过来以次充好，拿走！伯母，此次送来的麦种，都是儿媳亲自检验过的，每一颗都是精心挑选的麦种。而且此次事关2家结盟，又涉及民生大计，乔家无论如何都不会在这种事情上开玩笑。而且依儿媳看，这麦种颗颗饱满，没有坏掉。这种子虽然不是烂的，但是它浮起来了。呸！居然是熟的！熟的！这种子就是熟的！熟的？这熟的种子如何播种呢？容我看看。这种子生熟难辨，就要让百姓辛辛苦苦播种下去，它麦种就不发芽。
百姓肯定以为伺候庄稼不够尽心，由此错过了播种季节。这粮荒倒比今年更加严重了。民以食为天，各位，这多大的仇恨呢？啊！是啊，那什么心呢？这种不出粮食啊，其心可诛。我看这燕州到我们魏国，祸害百姓来了。今天定要给我们个说法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这麦种可是国之根本。给我们个说法。都说燕州的麦种好，万一以次充好，岂不苦了种田的百姓吗？这麦种蒸熟再晒干，若不仔细分辨，确实不知生熟。是真是假，一试便知。看，有浮起来的。你看，就是熟的吧？没错，都是熟的。这种子都是熟的，这不可能啊！女君，小人不知啊。祖母，各位叔伯，我伯父虽然糊涂，但姿势体大，他绝对不敢贸然拿魏国百姓的性命开玩笑，此事绝对有误会。误会？啊？还好没有战事，如果有战事呢，粮草先行。到那时候百姓吃什么？士兵吃什么？啊！乔族心思何其狠毒！说呀，连年粮荒，再有征战，现在该怎么办呀？要不然我去求救南君。魏家二郎，南君也未必会救我们。如此祸害我魏国百姓，今日必须给我们一个说法！你要给我们个说法！你要给个说法！与君来到魏国，处处谨慎，和我一样。你们这么多人欺负一名女子啊，一名闺阁女子，对于前庭政事能有什么关联？我看啊，是乔越自作主张。祖母，此事兴许是有人在其中构陷，还请祖母明察。还查什么？事实就摆在面前，你还想狡辩？这未必是燕州送来的种子。这明明就是燕州送过来的，还想狡辩？就是你们燕州使者呈上来的，还能有错？如此蒸熟的种子来骗老百姓，是何居心啊？祖母寿宴吵吵闹闹，成何体统？闭嘴！侄儿，都熟的。此事我已知晓。那既然知道了，就把女君发落吧。这祖母寿宴，木偶戏没看上，倒看上了一桩悬案。我看，这是有人存心要我们魏家丢脸。有何悬案？这明明就是乔女早有二心，想借坏种，让我们魏国遍地饿殍，不顾百姓死活，蠢蠢的恶毒。你笑什么？我在笑。如果你跟我说，这乔女要毒死我全家，我都信。但我绝不相信，她会坑害百姓。起来。祖母，先前在新都，乔女不顾自己的名声，助我重得民心。新都百姓心甘情愿主动服徭役。之后在排役，她不顾自己的性命安危，与我一起击退梁牙敌军。之后，又以燕州乔家的身份，说服当地的能人异士助我修渠。这永宁渠14年后重新运转，都是他的功劳。你们在场这些人，不能喝着杯中的酒水，却不记得他人的好啊！如果他想坑害百姓，不必如此大费周章，只要不帮我修渠就行了。所以此事定是有人栽赃陷害。跨越山河，只为能够读懂你。洁白的羽翼飘落
这麦种进鱼菌之前，定是称过重的。晒干的麦种要比生的麦种轻一些，所以是否被调包过，一称便知。来人，来，称重。这女军与男军夫妻一心，自然是不会被刺的。这麦种若不是入库前出的问题，那便是入库后出的问题了。这粮库，不知是由谁负责呢？难道对南军别有一心的，是另有其人？哦，照玉楼夫人所说，这事儿不是瞧你干的，就是魏延干的，嘿嘿，热闹。主公，还称吗？侄儿，此事儿既不是瞧你干的，也不是魏延干的，你得向各位宗亲给个交代吧。就是，一定要给我们一个交代，怎能如此对待我魏国百姓？主公，一个是女君，一个是表兄，你当作何选择呀？哎，使君虽然兄妹，但是和主公到底不是亲兄弟。不可徇私包庇呀！月光似深海无言，却隔岸。曾和西厢梦点燃，又怅然。划过我指尖，悄然拨动了心弦。恍若故人，却又隐忍痴念。情字尽头无所求，皆只缘。曾辗转朝暮人间，难两全。烽火中聚散，相拥刻下温柔缱绻。惊鸿一眼，此生怎能忘却？我愿跨越山海，赴你的风月，等白首一如初见。江南烟雨不是落在你眉间，心上留恋。我愿站得宿命，护你的笑颜。哪怕身后是风雪，再多浮生只为这一程思念，此生不枉然。我愿跨越山海，赴你的风月，等白首一如初见。江南烟雨不是落在你眉间，心上留恋。我愿站得宿命，护你的笑颜，哪怕身后是风雪，再多浮生只为这一场思念，此生侄儿，此事儿既不是瞧你干的，也不是魏延干的，你得向各位宗亲
给个交代吧。就是，一定要给我们一个交代。怎能如此对待我魏国百姓？主公，一个是女君，一个是表兄，你当作何选择呀？哎，使君虽然兄妹，但是和主公到底是亲兄弟，不可徇私包庇。哎，那个，张夫人晕倒了。祖母，祖母，晕倒啊！祖母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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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陈十一，这里的人都不许走。是。祖母，祖母。祖母，您的身体当真没事儿？世元呢？我已将他和乔氏分别看管了起来。啊，祖母，你为何怀疑此事是表兄所为？钟离，我不敢读。我明白，祖母心疼外孙，但我也心疼表兄。就算此事是表兄所为，我也定能护他周全。您放心。有件事，我须得告诉你了。你可知道我们是如何与边州结怨的吗？我的女儿，你姑姑青云，外界传说是她和家奴生下了世元，其实不然，她是为边州陈滂所害。陈滂？对，你姑姑青云刚刚及笄，就被边州陈滂掳走。3年后，你祖父夺回了她，可是她已经怀上了世元。您是说，表兄是陈滂之子？对，青云生下世元后，郁郁而终。陈滂因为一己之欲，害死了我的女儿。如果有机会，我一定要亲手杀了他报仇。可是世元毕竟是青云的骨血，我思考再三，决定对外谎称他父亲入赘后死了，所以我把他养大。那表兄可知道此事？我一直刻意隐瞒，可是这次世元回来，跟从前不一样了，好像是知道了些什么。世元负责掌管仓库，倘若在众家将面前果真查到了世元头上，那可是死罪呀！即便他做错了事，也不能丢了性命。钟离，此事务必要想个两全其美的法子。哪儿，快！你们都不出声音了，我告诉你们哦，我抓到谁的话，就要陪我共度良宵。你怎么来了？虽然我今日抓到的是你，但是我不会浪费时间与你共度良宵的。这祖母为了你都晕倒了，你也不知道派人去看望一下，问候一声。祖母身体怎么样，我心里清楚得很。她就是做做样子，你不要诓我。那你应该知道祖母的良苦用心。可你呢，不想着自证清白，还和九娘在这厮混。良苦用心，祖母不肯查验脉种，是怀疑我吧？你呢？派重兵把守，也是怀疑我吧？我要是真的想要看守你，怎会允许你在这儿找九娘寻欢作乐？我们这么做都是为了保全你。保全我？哦，
连你也相信是我做的。你们宁可相信那乔家人，也不肯相信我。那你呢？你相信我吗？我到底怎么惹仲林不快了？你是否有去意？想回汴州吗？你怎么知道的？果然，你果然知道了自己的身世。你既然知道了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我们从小一块长大，我拿你当亲兄弟。亲兄弟又如何？我是陈滂之子，汴州血脉。不管你是谁，你都是我表兄。你不担心我图你家主之威吗？去吧。麦种之事，就是我做的，你们也不会信任我，以后也会对我有所提防。这都是你的无端猜测。那乔家女呢？你为何要监管着她的书信？今日称重，24担麦种，重量总计21担。入库前24担，重量不一致。看来真不是乔家干的，这不就说明麦种是在豫剧被动了手脚？如此，是应该为使君负责呀。主公难道要大义灭亲？主公公允无欺，宁敢牺牲手足，也会查明真相的。诸位说的没错。这麦种入库出库重量不一，肯定是守粮库之人难辞其咎。我看尽快发落魏延，以平民心。对啊，是说的是。侄儿，莫非你想徇私？乔氏清白，但我相信表兄也是无辜的。此事疑点重重。还需继续彻查，但查明之前，任何人都不许离开豫剧。这是画大礼帽啊！难道是另有其人谋划？不管怎样，谁也离不开豫剧。这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啊？这乔氏还真是被冤枉的呀！你说什么？魏侯当真要彻查此事？阿姐，请宽心，郑叔那边呢，我已经处理干净了。此无对证的事，查不到您头上。郑楚玉呀，郑楚玉，你为何自作主张？你这不是要害死姨母吗？夫人，人找着没有啊？找着了，快让他来，我好好问问他。人虽是找着了，但是已经问不出话来了。啊？就说这，哎呀，怎么了？死了？这怎么死的？怎么死的？听说是洗衣服的时候掉河里淹死的。不可能，楚玉他水性很好，不可能被淹死的，一定是有人想害死他，谁害死了他？啊！你必须得长点记性，如果你再继续胡作非为，总有一天会害死身边亲近之人。夫人怎么了？夫人，莫非是我害死了他？都怪我。是我害夫人，不可以这样说。郑楚玉，不管是自己淹死了也好，
还是被人害死的也好。现在事已至此，咱们以后可要小心行事了。再说了，楚玉一死，现在就死无对证，南军也不会查到咱们头上来呀。